同学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学习生物氧化与氧化磷酸化。我们首先学习生物氧化概论。生物氧化是指糖类、脂类和蛋白质等生物分子在细胞内进行的一系列氧化分解作用，最终生成水和二氧化碳，同时释放出能量的过程，又称细胞呼吸或组织呼吸。我们常将燃料分子的体外燃烧和生物氧化相比较，两者均消耗氧气，均生成水和二氧化碳，均释放能量，但两者又有极大的不同。首先是能量释放的方式不同，前者剧烈燃烧，迅速释放出光能和热能，后者则通过系列的酶催化缓慢释放能量，并以 ATP 的形式储存能量，供给各种生命活动。其次是二氧化碳生成的方式不同，前者是碳和氧的直接结合，后者则通过酶促的脱缩反应完成。其三是水的生成方式不同，前者是氢和氧的直接结合，而后者是有机物在酶的作用下脱氢，氢经过一系列的氢地体和电子地体，最终与氧结合生成水。脱缩作用根据脱缩部位的不同，分为阿尔法脱缩和贝塔脱缩，根据脱缩性质的不同，分为简单脱缩和氧化脱缩。比如丙酮酸脱缩形成乙醛和二氧化碳，属于阿尔法直接脱缩。草酰乙酸脱氢脱缩形成丙酮酸和二氧化碳，属于贝塔脱氢脱缩。生物氧化中所产生的水是代谢物在脱氢酶作用下脱下的氢，由相应的氢载体，比如 NAD、NADP、FAD、FMN 等所接受，再经过一系列地氢体和地电子体传递给氧而生成水。所以水主要是在包括脱氢酶、传递体和氧化酶组成的生物氧化体系，也就是电子传递链催化下生成的。生物体内具体的氧化方式主要有三种，一种是加氧反应，一种是脱氢反应，第三种为脱电子反应。生物氧化的本质就是以氧气为氧化剂的氧化还原反应。生物氧化的过程中，有机物要么直接加氧，要么经过一系列的脱氢反应形成还原性的辅酶 NADH、FADH2 等，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地氢体和地电子体将氢和电子传递给氧，形成水。生物氧化过程的每一个反应都需要遵循热力学定律，我们常用德尔塔 G 来判断一个反应能否自发发生。当德尔塔 G 小于0，则反应能够自发发生，大于0则不能。如果德尔塔 G 等于0，则反应处于平衡状态。对于一个氧化还原反应而言，我们通常使用氧化还原电位来衡量反应的方向。氧化还原电位是度量分子失去或得到电子倾向的大小的物理量，通常用字母 E 来表示。一个强的还原剂有一个负的氧化还原电位，而一个强的氧化剂则有一个正的氧化还原电位。电子总是从氧化还原电位低的物质传递向氧化还原电位高的物质。我们把水解时释放的能量大于 20.92 千焦每摩尔的化合物称为高能化合物，其中水解可产生上述能量的集团称为高能集团，对应的化学键则称为高能键。 ATP 包含2个高能磷酸键， ATP 是生物体内能量的通货，生物氧化产生的能量储存于 ATP 等高能磷酸化合物中。除了 ATP 外，磷酸肌酸、磷酸精氨酸、磷酸烯醇式丙酮酸、乙酰磷酸也属于高能磷酸化合物。总之，生物氧化就是通过一系列的酶促、加氧、脱缩、脱氢、电子传递反应
逐渐释放能量，并将能量储存于高能磷酸化合物中的过程。本小节就讲到这儿，同学们再见。